根据美国财政部2月1日公布的数据，未偿公共债务总额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亿美元。未偿公共债务总额呢，其实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所欠的债务啊，也就是美国的国债。虽然美国自己的媒体说这是一个里程碑，但是30万亿对于美国有什么影响呢？其实也谈不上是里程碑啊，因为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啊，马上就要到了，都有这个心理准备。美国从建国到2008年以前欠的债啊，也没有超过10万亿，但是从08年到现在13年的时间欠了20万亿。我放一张图啊，08年之前呢，美国国债的增长曲线也就是十几度、20-30度的往上走，08年之后呢，就变成45度，20年就快成一条直线往上冲了。原因呢，我们就不再说了啊，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嘛。对内呢要发钱，又要挽救金融市场的崩盘，又想搞基建；对外穷兵黩武，没钱怎么办呢？那就只能借呗，发国债借钱。那这么借下去能行吗？傻子都知道，肯定不行啊。但是火烧眉毛了，你该借还得借呀，不然现在就过不去。不过呢，现在媒体都开始缓和氛围了啊。以前总是强调一个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值不超过70%就是健康的。现在呢，这个概念不敢说了，肯定是超过100%了。日本都超过200%多了，人家还好好的呢。所以呢，现在越来越强调是利息支出占到 GDP 的几%。美国你别看现在国债创纪录啊，但是利息支出呢只占了 GDP 的 1.5%，比起上个世纪90年代啊还下降了。那个时候国债的利息支出啊占了 GDP 的 3%。强调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明摆着告诉你，本金我肯定是不打算还了，我只要还能还给你利息不就可以了吗？我借新债还旧债，只要我还能还得起利息，你们就要对我有信心呢，就要继续借钱给我呀。那这个理念到底对不对呢？也不能说不对啊。对于政府的公共债务啊，本来就没打算要连本带利都还给你，只要我还能付得起利息，那政府的信用啊就不会崩。别说是美国政府了，任何一个政府啊都是这样。政府借债呢，其实就意味着永续债啊，因为政府在理论上是永远存在的。你不管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，这都是美国政府。人家民主党和共和党可没有欠过你的钱呐，是美国政府欠的。美国政府呢，在理论上是永续存在的，当然这是理论上啊，所以不可能不还给你。但是如果这样涨上去，会不会有一天连利息都还不起了呢？当然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。美国现在呢也很头疼。美国有一个彼得森的基金会啊，做了个预测说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未来10年仅利息的成本就要超过5万亿美元，到了2051年将占联邦总收入的近1半。那这就不好办了呀。政府收入的1半都要拿去还利息，那你还能干啥？再去掉军费和人员机构的开支啊，政府就啥事也办不成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美国也是很头疼加息这个问题。你不加吧，通胀已经爆了；加息吧，先不说对经济的影响啊，这利息支出也上去了。你要说美国加息啊，对现存的这30万亿的欠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因为这是以前欠的债，那个时候呢利息低。但是呢，你是要借新债还旧债的呀。你发新债的时候可就不是这么低的利息了，因为你加息了嘛，你新发的国债也得跟着涨利息啊，要不然你怎么发呀？未来几年美国要用高利息的国债去替换低利息的国债，就像我们原来是导信用卡，手续费呢也就是1600吧，合到年息7%多。后来呢倒的多了，还不上了怎么办呢？借网贷，网贷的利息18%，你倒着倒着最后
原地爆炸，玩完了，这是一个道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老看人家美国的笑话，美国没有那么不堪，说说笑笑可以，美国还不至于啊。人家现在经济好着呢，我们要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变化，和我们的国债比较一下，对我们有什么借鉴的意义啊？美国这10几年时间呢，发了比以往20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2倍的国债，谁买了？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析一下，很有意思。我们经常提到啊，中国和日本买了大量美国的国债。其实美国境外的投资者呀，持有美国的国债并不多，不到8万亿。美国呢欠全世界的钱加到一块儿，不到8万亿。这30万亿里边啊，剩下的22万亿都是美国国内的投资者和机构持有的，其中呢，美国政府自己就持有了6万亿还要多。也就是说呀，美国政府自己欠自己6万亿。你听着是不是别扭啊？解释起来呢，其实也很简单啊。咱们举个例子，美国的社会保障信托，这里边有大量的普通美国人的养老金呢，军人退休基金，还有人事管理退休办公室啊，这是吃财政饭的人员的养老金，还有政府手里的一些现金结余，放着现金没什么收益啊，政府也就反手买了自己的债券，这就是自己欠自己的债啊。美国国内的一些投资者呀，特别是机构大户，比如市场化运作的 401k， 也就是养老金，这些机构呢资金量太大，没地方去，也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。所以说美国大约3/4的国债啊是卖给自己人的，美国欠国外的钱并不多。说了这么多呢，可能有人想问啊，这半天了你怎么没提美联储啊？这就是变化。以前呢，美联储在国债的持有者里边啊并不重要，按道理说啊，美国国债应该卖给谁呢？卖给外国，比如卖给中国和日本的央行啊，还有卖给一些国内的机构，这样呢可以使市场上的美元回流给美国政府，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我的口袋里，就市场上美元的总量啊并没有增多，也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。美联储一掺和，坏事儿。从08年开始吧，美联储要量化宽松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虽然说啊，还是美国国内的银行和机构啊去买美国的国债，但是美联储大量收啊，你们把买来的国债都给我吧，我给你们钱。到了去年和前年的疫情期间呢，美联储甚至亲自下场了，我直接买，连通过商业银行过手都省了。财政部你就印国债吧，印完了直接给我，我给你钱。2020年呢，美国财政新增加的债务有将近50%是由美联储承担。美联储的钱从哪来的呀？无中生有变出来的呗。美联储哪有钱呢？就是直接印钱得了。那这市场上的美元不就是凭空多了吗？而且呢，不是一般的多呀，是多得多。反正呢，美元是世界货币，全球通用，流到全球，把全世界的通胀推起来拉倒。现在呢，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啊，它的份额已经排到了第3。第1是美国国内的投资者，第2是国际投资者，第3就是美联储。持有美国国债总额是16%。这对于美国财政部来说呢，其实也不是一个坏消息啊，它意味着财政部可以少还点利息。美联储去年宣布过，要把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收入返还给财政部，意思就是说呀，我给你的这些钱你可以白用，你借新债还旧债这一部分钱呢没有利息成本。这种举措呢，你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呀是正常操作，但是对于美联储来说就很不容易了啊，可以说是资本家发善心了。因为大多数国家央行啊，它是一个行政机构啊，本身呢央行也能盈利，比如说放给商业银行的钱呢有利息的收入，
还有持有一些外汇的投资啊，也能够有投资的收益。去掉自己的开支，如果说有盈利了怎么办？那就要上交国库的。央行本身是不能有盈余的。资产负债表呢必须是平衡的，也就是说，央行的资产减去负债必须等于0，央行不能有盈余。如果说有盈余了怎么办？上交。相反，如果说出现了亏空，财政负责补。这一块比较典型的例子呢，就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啊。台湾地区呢，在2010年，台湾地区的那个所谓的央行啊，上交给财政上的钱有多少呢？如果说台湾全省的财政收入是100块的话，光是那个所谓的央行就上交的利润就有12块，占了12%。那个所谓的央行成了全台湾最挣钱的企业，比台积电交的税都多。这是一点额外的知识啊，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。对于美联储来说呢，不是这回事儿。美联储呢，它本质上是一个私人银行啊，它的股东全是美国的私人银行。有盈余了怎么办呢？完全可以分红嘛，对吧？分给资本家就行了呗。现在呢，美联储主动放弃了国债的利息收入，可以说是资本家发善心了。不过呢，这个善心是不是白发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也就是说啊，随着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份额的上升啊，对应的就是国际投资者持有美债份额是下降的。这些年一些国家减持美债的消息啊，一直都有。就连日本的美债持有量也是好多年不变了。俄罗斯清空了，中国呢也没有增加，小幅减少。美债的总量是越来越大，国际买家的持有量没有明显增加，说明国际上呢对美债的兴趣啊在下降。我们说这个不是为了贬低美债啊，美债再不济也是目前全球最安全的投资标的，10年期的美债仍然是全球资产之锚啊。现在外资持有美债的比例虽然在下降，但是仍然高达 25%。 那么中国的国债呢，外资持有多少呢？只有 11%。 有些朋友可能想问啊，你对比这个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有点丧气啊？并不是啊，不仅不丧气，反而是非常有希望。我们呢是在上升，升到了 11%， 并且呢还在走上升通道。美债呢是在走下降通道，而且目测还要下降。你说这是不是有希望呢？因为毕竟窝里横啊没有什么意思，你能走出去借到别人的钱，别人也乐意把钱借给你，那才算本事呢。可能又有人说啊，人家美债外资持有 25%， 你才 11%， 还是比不过人家呀。这是不错，但是呢你要分怎么比。中国呢是自己捆着手脚跟美债比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，外国人拿着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啊，那个流动性很低的。你别说跟美元、欧元比，你跟日元和加拿大元你也比不了。就这么低的流动性啊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啊，很不错了。本身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发的也不多，但是一旦针对国际市场发，认购率啊是很高的，基本上都是1:5。也就是说，我发行100元的国债，有多少资金想买呢？500元。相比之下呢，美债是1:2到1:3，这就已经不错了。同时呢，中国对外发行国债啊也是很慎重的，因为它会造成人民币升值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去年呢人民币的升值啊是比较猛，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去年的10月，中国国债被纳入了富时世界国债指数。世界上很多的机构投资者呀，比如说养老基金会什么的，都在投资这个指数，与该指数联动的投资资金呢要达到2万亿到2.5万亿美元。中国国债的配置呢，它的占比是5%到6%，
也就是大约有1500亿美元，这个资金呢涌进了中国国债，未来还会更多，给人民币造成升值的压力。去年全球大部分的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的，唯有人民币对美元升值，升的我们呢头都有点大。当我们不想让人民币升值这么快的时候啊，自然也就不想让外资过多的持有中国的国债。就这么2个原因吧，等于是我们自捆手脚和别人比，能有11%的比例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未来会越来越高的。可能有些人呢觉得借钱不好，其实呢对于宏观层面来讲啊，借钱不是坏事，它能够促进发展。不是有一个笑话这样说的吗？说明朝末年的时候啊，朝廷没有钱，如果说明末能够发债券借钱的话，明朝说不定不会灭亡。政府借钱呢其实是个好事，很多花钱的地方只有政府才能干，你没钱他就干不了。只要是健康的借债，能够维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就可以了。说到比例呢，我们就要说说中美两国国债比率的不同。开头已经说了啊，美国现在已经不提债务占 GDP 多少了，而是强调利息支出占 GDP 多少了，因为它没法提了。现在美国债务已经占到 GDP 的 133%了。中国是多少呢？只有 20.6%。也就是说，中央政府层面的负债啊，占 GDP 的比值是很低的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看到啊，虽然中央层面的财务是健康的，但是地方政府、居民和企业这个负债率已经很高了，有一些地方政府呢已经快撑不住了，居民的杠杆率也都快达到 70% 了，有几家没有房贷的呀？我们的情况呢和美国正好是相反的，而且呢，美国的情况有一个特点啊，就它的问题呢都是暴露在明面上的，它就是这些问题，谁都能看得到，能不能解决、怎么解决是一回事，但是问题呢都是明摆着的。而我们的问题呢，很多问题是在水下的，它并没有摆到明面上，你一眼看不到，但是不代表它没有，更不代表它不会爆发呀。所以呢，下一步我个人认为啊，中央层面有可能会再加大一点负债，因为中央还有这个空间可以加呀。中央加这些负债的目的是为了把地方的、企业的和居民的负债给替换过来。比如说吧，中央减税，那企业就能减少负担呢。中央的收入少了，花费还是那么多，那就背债呗。这就叫杠杆转移。转移着转移着，有一些在水下的问题啊，还没等大家发现，说不定就解决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美国国债和中美国债的对比，咱们就说这么多吧。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